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真言。近年来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留学、旅游和工作，关于华人在海外的形象也开始成为一个频繁被讨论的话题。不久前，一名在马来西亚旅游的博主分享了一段经历。我这2天不是来马来西亚度假了吗？昨天呢，我们就在一个相当于咱们国内5A景区的这么一个地方啊，它那个景区里面呢有活的那样的小型鳄鱼，就是可以拿在手上拍照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堆人在那边排队，眼看就马上排到我们了，有一个老女人就过来，领着孩子，使劲就往我前面塞，让她儿子先拍。我一听她这口音啊，好家伙，那娘家来人了呀！那当时讲话了，周围人也多，有好几个国家的人。那我这性格指定不能惯着她，我说滚后面排队去，你眼瞎了吗？看不着这么多人在排队吗？博主回忆，当时自己刚开口指责对方插队，对方立刻反驳说已经知道了有人在排队，你有必要骂人吗？一点素质都没有。听到对方提到素质2个字，他反而更加气愤。在他看来，真正没有素质的是插队的人，而不是提出问题的人。于是他当场反驳，表示这么多人都在排队，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守规矩等候，一个中国人却跑到前面插队，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丢脸。面对他的指责，对方一时也无话可说。他坦言，当时场面发生得很突然，没有来得及用手机拍下视频。很多网友事后质疑为什么不录像，但他表示，如果当时能预料到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他早就拿出手机记录了。现场争执持续了一会儿后，那名女子最终没有再争辩，而是带着孩子离开了队伍。类似的事情在海外其实并不少见，一些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博主也分享过自己的观察。他们表示，当地人并不是天生讨厌中国人，但某些行为习惯确实很容易让别人皱眉。首先就是讲话非常的大声，很多人讲电话就喜欢外放，不分场合讲话就是大声。还有我在地铁里看刷抖音，很多人都外放啊。有人就说，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人就听到声音，那代表对方一定是中国人，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，声音大就有气势，大大方方的，别人闭嘴我们就赢了。可是在马来西亚，分寸才是教养。这边的人讲话呢，你在场3、5个人就能听见就好了，不会影响其他人。再就是把消费当作特权，把服务员骂到怀疑人生。博主指出，很多中国人带着一种我花了钱就是大爷的心态出国，但到了别的国家却依然把这一套逻辑原封不动地搬过去。服务稍微慢一点就不耐烦，听不清就拍桌子甩脸色，总觉得自己是顾客是上帝，别人就该围着自己转。可在很多国家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更简单也更平等，大家都是普通打工人，我端盘子你做生意，本质上谁也不比谁更高贵。你以为自己付了钱就可以指指点点，可在别人眼里，这种行为反而显得没有教养，不尊重人。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，就是喜欢到处比较，到处吐槽，习惯把国内的快当成优越，把别人的慢理解成落后。确实，很多地方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办事效率也没有国内那样紧凑，但慢未必就是不好。很多人慢是因为他们把时间留给生活，而不是只留给工作。除了行为习惯的问题，还有一些经历则更让人感慨。一名在澳洲餐厅打工的华人就分享过自己的经历。网友表示，之前在餐厅打工，他一直觉得当地人的素质都挺高的，电话点完餐不取的情况很少。直到那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个同胞，他说他们单位搞活动需要订50个人的餐，差不多合人民币要1万多。是当时老板有点犹豫，说要不要收点定金，但是我跟老板说都是同胞，应该值得相信。后来老板就没说什么，我当时还觉得挺好的，起码可以帮到自己人，省去了一些麻烦。然后到了第2天，他私下托我想买一些澳洲这边不太好买的国内特产，我帮他问了所有我们这边的供货商，都说没有。后来我就跟他沟通说，实在不行我帮你想办法从国内运一些，但是他说他第2天就要用，这个就确实实在没办法。当时我也和他解释清楚了，结果到了取餐的时间，他人直接没影了。我说是不是他取餐不方便？如果是不方便的话，不行，我开车帮他送一趟。后来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，他却慢条斯理地跟博主说，
算了，这餐我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我就托你办点小事，你都没办成。博主面对这样的事情，也是觉得非常生气。类似的失望在留学生群体中也时有发生。前段时间，一名就读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发帖，讲述了自己在学校自习室的一段不愉快经历。当时他在自习室学习，遇到2名中国学生，其中1人还是他的同班同学，对方故意用他的名字的谐音叫他 Dick， 并反复嘲讽他的名字是否正常。另一名他并不认识的中国学生则主动打听他的个人信息，不仅询问姓名，还翻看他的领英页面，对他的专业冷嘲热讽，称其所学的是垃圾专业，甚至对他的出生地发表带有侮辱性的评论。对方还指责他曾在多伦多大学担任助教，是背叛滑铁卢大学。这些来自同为华人留学生的言语让发帖人感到十分不适。他在帖子中写道，在加拿大生活期间，他结识了不少本地朋友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。回想自己在中国生活的18年，他认为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陌生。有些人习惯于用刻薄的语言评价别人，缺乏尊重，甚至带着明显的攻击性。他坦言自己来到加拿大读书，本就是希望离开那种充满过度评判和攻击性的环境，因此不希望这样的氛围再次出现。不过发帖人也在贴文中最后强调，他并不是在指责所有中国学生，他表示自己遇到过很多友善的人，其中滑铁卢大学一位令他印象最深的优秀讲师也来自中国。他说自己仍然深爱祖国，也尊重每个人表达意见的权利，只是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多一些善意与尊重。围绕这篇贴文，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。有网友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，但确实不太喜欢只待在华人圈子里。原因在于一些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变化，依然只吃中餐，习惯点外卖，不太自己做饭。娱乐方面也只听中文歌曲，看中文电影。社交活动则多局限在家里聚会喝酒，对去酒吧或参与本地活动兴趣不大。有网友直言，如果生活方式完全没有改变，那花费高昂的费用出国读书似乎意义不大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发帖人不应该因为一次个人经历就将问题扩大到整个族群。有人指出，本地学生之间也常常会对他人的领英或专业背景评头论足，这并非华人学生独有的现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篇引发讨论的帖子后来已无法在网络上找到，疑似被发帖人删除。事实上，在海外华人圈中，引发争议的并不仅仅是留学生之间的相处方式，还有一些更现实的问题。比如，有网友爆料，在留学圈里，不少学生都会听说所谓的学长学姐帮助，表面上看是经验分享，实际上却隐藏着不少灰色生意。所谓的接机服务，收费往往是你自己打出租车的10倍。可实际上，他连当地语言都不会，只不过是在手机软件上帮你点一下车，就要赚你10倍的差价。这样的心有多黑，你都不敢细想。二手材料卖的比新书还贵2倍，还美其名曰帮学弟学妹省时间，上面还附赠学长学姐的笔记，可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笔记。你不如按照老师要求直接去书店买，反而更省钱。租房的时候，他们嘴上说帮你找一个温馨的小家，实际上却拿着双倍回扣，把你送进满是蟑螂的破屋子。更有甚者，想去国外中餐馆打工的人也要注意了。有些中餐馆老板吃相非常难看，时薪压到法定标准的1半，如果你说不干了，他们反手就威胁举报你打黑工。后厨的卫生堪比垃圾场，连你自己吃员工餐的时候都忍不住隐隐作呕。一盘锅包肉卖你1800卢比，你问为什么这么贵？老板只会说一句，良心和钱包总得选一个。当你离职的时候，老板还会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，
甚至拿出过期10年的老干妈，说这是来自家乡的土特产，拿来抵你的工资，让你多少还能感到一丝家的味道。正因为这些经历，不少人开始产生疑问，是不是应该远离华人圈？对此，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一些华人也给出了不同看法。2011年来到加拿大读书，后来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的 Ryan 表示，自己在留学和工作的这些年里，接触到的大多数华人都非常友善，从未遇到过刻意的恶意攻击。他认为，与其刻意远离华人圈，不如寻找与自己价值观相近、志同道合的朋友。Ryan 还提到，一些留学生虽然身处海外，但获取信息的渠道依然主要来自中国社交平台，例如微信。如果长期只阅读微信推送的新闻，容易对当地社会缺乏了解，也会影响融入当地生活的能力。对此，他建议刚来到北美的留学生多参与校园社团、志愿者活动和各种联谊活动，同时多阅读当地媒体的新闻，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环境。另一位几年前来到加拿大留学的泰勒则认为，一些留学生对走出华人圈产生共鸣，其实与他们对成长环境的反思有关。他表示，中国社会长期存在较强的竞争和比较文化，从小到大，很多人都生活在高压环境中，各种鄙视链和过度竞争让不少年轻人感到疲惫。因此，一些人希望在海外寻找更轻松、更自由的生活方式。不过，泰勒也强调，华人群体本身非常庞大，各种背景和性格的人都有，不应该因为少数负面经历就形成整体印象。他认为，大多数华人其实都非常友善，只是不同人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差异较大。在他看来，海外华人群体中有时确实存在彼此戒备较强的现象，这可能与过去长期处于竞争和压力环境有关。但同时，他也发现许多留学生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。很多人认为，爱一个国家并不等同于支持某个政党，他们可以认同中华文化和历史，同时对某些制度或政治行为持有不同看法。类似的文化差异也体现在人与陌生人的互动方式上。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博主曾分享过自己的经历。我在悉尼的一个商场里刚才遇到一群华人长辈，坐着在聊天。因为我是生活英语老师，我的粉丝里有大量的海外中老年华人，所以我就上前打招呼，想去了解了解他们对学英语啥看法，或者是有啥遇到什么具体的困难。结果他们的反应其实让我愣了一下，一听我是英语老师，直接说不需要，我们不学英语，表情也很抗拒。说实话，我在澳洲生活也好几年了，经常跟当地人打招呼small talk一般他们都会很友好，笑眯眯的跟你聊几句。博主表示，这件事让自己意识到，在不同文化环境中，人们对陌生人的反应和信任方式可能完全不同。有时候你觉得是很自然的善意举动，在别人眼里却可能需要时间去理解和接受。这种彼此防备的心理，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其实并不少见。很多人甚至总结出一句颇为无奈的话：在海外最容易被坑的，有时候恰恰是自己人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私下换汇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时常会遇到资金往来的需求，有的人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，有的人需要把美元转回国内，银行手续麻烦，汇率也未必理想，于是很多人便开始在微信群、朋友圈里寻找私下换汇的渠道。美国华人律师刘龙珠就提醒说，很多换汇骗局往往就是华人骗华人。有的人在交易时会发了一张转账截图，显示钱已经打进你的账户。很多人一看截图就放心把钱转了过去，但等到再去核实，才发现那张截图其实是 PS 出来的假图。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，对方早已消失无踪，微信拉黑，电话打不通。之前提供的名字、身份证、驾照信息也全是假的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套路，有时候银行账户里确实显示钱到账了，但几天之后资金却被银行退回，原因可能是汇款人申请撤回，或者声称自己被骗。
银行调查后有可能把钱退回原账户，而另一方却已经把人民币转出去了。等反应过来时，钱早已追不回来。更危险的情况是线下换现金，有的人约好见面换钱，本以为面对面交易更安全，结果却遭到抢劫，钱没换成，人还可能受到威胁。类似的情况在华人社区里其实并不少见，除了被骗、被抢之外，私下换汇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——法律风险。刘龙珠指出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换到的钱很可能是脏钱，如果对方的资金来源涉及毒品、诈骗等犯罪活动，那么即使你自己的钱是干净的，一旦参与交易，也可能被认定为涉及洗钱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真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